这是执意要远嫁越南的小美。由于丈夫打工挣不到钱，并且婆媳关系不好，小美一气之下带着小孩独自到荒野生活。经过数月的改造，成功搭建出舒适的庇护所，并且开垦良田，种植百种果蔬。为了解决小孩的日常开销，小美还把果蔬拿到集市上卖，从而给儿子换取一些生活物资。清晨太阳还没从山脚下爬出来，小美跟家婆大吵一架之后，便背起小孩，拿上行囊出门了。她已经受够了在丈夫家整天被欺负的生活，于是她打算带着儿子在这半山坡上打造属于自己的家园。由于背着小孩不方便劳作，于是她把塑料袋铺在地上，然后再把小孩放在这里玩耍。虽然小孩才1岁半，但是也非常听妈妈的话，独自一人坐在这里也不哭不闹。接着小美就加快了庇护所的建造速度，没用多久就挖出能搭建一室一厅的地基。这时她拿着工具往丛林的方向走去。在搭建庇护所之前，她需要收集到足够的材料。虽然选择这条路非常的苦，但是看着活泼好动的儿子，小美的内心充满动力。她简单的安抚儿子后，便用竹条丈量着庇护所的尺寸，得到顶梁柱的位置，便开始挖出基坑。由于放在地上会被蚂蚁咬，无奈的小美只能再次把儿子背起。虽然说背起会影响庇护所的搭建进度，但是在强大的母爱之下，很快就把所有柱子立好。屋顶框架的搭建工作会让她感到更加吃力，好在小美有着吃苦耐劳的精神，没多久就完成了庇护所框架的搭建。接着她来到长满棕榈叶的地方，打算收集一些用于铺设屋顶。这些叶子是她唯一能找到不花钱、数量还多的搭建材料。在得到足够多后，便被骑往庇护所的方向走去。等有了棕榈叶后，还需要到山上收集一些竹子，下一步就可以利用竹子搭建出屋顶框架。为了方便接下来的施工，她还给自己制作了一把梯子。在有梯子的协助之后，搭建屋顶的进度明显加快。不一会就到了铺设棕榈叶的环节。这个女人真的是艺高人胆大，在不做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，在上面搭起屋顶。在她心灵手巧的编织下，屋顶很快也完工了。紧接着小美开始处理剩下的竹子，把它们锯成合适的长度后，再分成细小的竹篾。接着就利用竹篾编织出墙壁的部分。小美在越南生活也有一段的时间，当地的传统手艺也学到了不少。像这边编织的墙壁也是东南亚这边的特色。等把成片的竹子编制好，就可以立起固定在墙壁上。这样的编织工艺看起来还是非常漂亮的。还好小美的动手能力比较强，无奈的碰上好吃懒做的老公。接着她利用竹条将窗户串联在房梁上面，这样就得到一个手动开启的窗户。由于小孩背得太久，已经出现哭闹现象，小美不得不将它放到地上安抚一下，等不再哭闹后继续安装窗户，然后再把提前制作好的入户门扛了回来，用竹条捆扎固定后，就得到不能遮风挡雨的大门。庇护所搭建好后，小美才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为了解决睡觉的问题，她在庇护所的某个角落搭起一张1.8米的舒适大床。为了解决后续的吃饭问题，她利用石头垒砌出简易的果甲。在她忙碌了1天之后，屋内终于冒出了袅袅青烟。在厨房足足冒出了2个小时的浓烟之后，小美默默地从背包里拿出了今天的饭餐。你还别说，饭菜还挺丰盛的，这让忙碌1天的小美可以饱餐一顿。接着让我们一起关注小美的越南荒野生活吧。这是执意要嫁去越南的小美和她的小宝。昨天她已经在荒野搭建出遮风挡雨的庇护所和厨房，现在她正在室内烧着一壶白开水。小宝也是懂事乖巧，站在一旁玩耍。等简单的为小宝吃过早餐后，她决定在庇护所的旁边盖上鸡圈，这样就可以自己养殖一些家禽，改善伙食。她先是在地上挖出一个平台，然后把提前准备好的竹子处理一下，接着就可以把竹子依次的预埋在坑内，然后把多余的竹子削成竹篾，下一步就可以把竹篾穿到提前预留的孔中。没多久就得到了一个正方形的框架，害怕家禽从缝隙中跑出来，还得用竹篾加固。在她辛勤的付出之下，鸡圈就慢慢有了模样。下一步就是利用棕榈叶将屋顶盖起。没多久，一个精致小巧的家禽住所就搭建好了。鸡圈是有了，但是里面的鸡让小美犯了难，于是她硬着头皮回到了婆婆家里，以小宝的名义向家里借了几只未成年的小鸡。接下来小美就可以依靠鸡生蛋，蛋生鸡来发家致富了。接着她到邻居家把小推车推走。由于庇护所门口的地方太小，小美打算把后院的泥土挖出回填到前面。每一锄都是对未来的生活做出的努力，没用多久就得到了满满一车。接着就是不断的重复回填的过程，院子后面也在的不断的挖掘下变得宽敞，而屋前屋后也在小美的改造下住起来更加舒适。等回填的工作完成后，她把脚洗干净，这下就可以带着小宝在屋前院后学走路了。随着一场大雨过后，小美开始喂养刚到不久的小鸡。等家禽喂饱，她再次拿上工具出门了。她来到庇护所旁的一处空地清理杂草，她是时候要开垦荒地解决温饱。杂草清理的差不多，她便开始锄地。由于周围的杂草过于茂盛，如果不清理是没办法种植果蔬的。勤劳肯干的小美用1上午的时间就开垦出1亩3分地。为了后续种地后不被家禽祸害，她还到山上收集了许多的竹子，用于圈起栅栏，让蔬菜得到更好的保护。她先是把收集到的竹条一分为2，被分解的竹条后续更好搭建围栏。等她把所有竹子都处理好之后，下一步就可以照着土地开始搭建栅栏。她先是利用竹片定出栅栏的支撑部分，
接着就拿刚才处理好的竹篾纵横交错的编织起来，这个环节搭建起来就相对简单了。没多久，一块被围得水泄不通的良田就弄好了。为了方便后续的耕种，小美再次利用锄头将土重新翻一遍，并且在四周跟中间都挖上排水渠。等忙完这些，她来到邻居家放置稻草的地方，她打算拿上一点点放到地里制作农家肥。没用多久，她就把稻草背到了农田里。她先是把稻草均匀地铺在了地上，接着就是利用打火机将其点着。很快，一场大火就席卷了整个菜地。焚烧过后，不仅可以得到草木灰，还可以把一些杂草和害虫烧死。小美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就开垦出良田，准备种植果蔬。她先是把种子的包装袋撕开，接着就均匀地把种子撒到地里，然后在地里再次挖出小坑，下一步就把玉米种植就入坑内，这样用不了多久地里就会长出庄稼。时光飞逝，岁月如梭，地里的种子也成功的发了芽。小美初次种植的果蔬长势非常良好，这一次给她增添了不少信心，于是她打算在旁边再开垦一块地，从而给自己增加一些额外的收入。毕竟现在的衣食住行完全都只能靠自己，所以她在努力的给自己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。小宝也在家里静静的看着妈妈工作，每当小美累的时候，就会回到家里抱抱小宝。虽然现在的生活较为艰苦，但是有了小宝的陪伴，小美觉得日子总会越来越好的。没用多久，小美就挖出1米左右的深坑。原来这个地方不是用来种植果蔬的，而是在里面放上水之后用来养鱼。紧接着她又在旁边挖出一个平台，然后她扛来一些竹子，把它裁剪成合适的长度之后，就可以把竹子逐一放到基坑内。她打算在池塘边搭建一个鸭圈，在立好立柱后，小美开始削出一些竹片，然后就把竹子穿入提前预留好的孔中。得到框架后，就把竹片卡在里面，在小美的敲敲打打中，墙壁逐渐就形成了。等把棕榈叶盖上去之后，这是小美盖的第4个小屋。鸭圈刚搭建好，小美就从市场买回了鸭子。这真的是一个勤劳肯干的女人，看样子她可以在荒野打造出满是家禽的田园小院，在这大山深处打造属于自己的院子，真的是别有一番享受。次日山里的天气非常的好，而小美一大早就开始收集竹子。今天她打算利用竹子给小宝制作一个带围栏的儿童床。她先是把收集到的竹子锯成合适的长度，然后把竹子的表皮用刀刮干净，这样制作出的围栏更好看，而且不刮手。光处理这些竹子就用去2个多小时。下一步就在竹子上打好孔，在竹子上打孔是为了后续组装起来更方便。现在就把之前处理好的竹子钉入孔中，装配式的围栏更光滑，而且不容易伤到小宝的手。很快围栏的局部框架就组装好了。这对母子在这大山里也生活有一段时间，虽然生活过得相对简朴，但是目前拥有属于自己的小屋还算过得不错。在儿童床还未搭建好的情况下，小宝就迫不及待地在上面体验了。在有了儿童床后，小美就不用那么担心小宝摔着。等家里的事情忙完，小美背着竹篓出门。经过翻山越岭之后，她来到一棵长满野果的大树下。这对于小美来说，今天肯定是要大丰收了。有小伙伴认识这个是什么水果吗？懂的话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。从这个角度看过去，感觉是有点像荔枝。没花多久的时间，小美就搞到一大堆，得到满满一筐之后，心满意足地往家里走去。回到家后，她先是把水果拿了出来，经过严格挑选之后，她打算拿好的到市场上卖。整理好后，她前面背着孩子，后面背着水果就出门了。这样的生活，以前的父母也是这样走过来的。由于去往集市的路上过于遥远，小美打算在村口就地便宜处理掉。没想到热情的乡亲们络绎不绝地上前采购，而小美对于今天的收获也是相当满意。最后一把也被带着小孩的阿婆买去。这时小美也可以收拾东西回家了。到家后，她先把小宝放在床上，然后她把编织好的竹席放到小宝的儿童床上。现在的小美就不必担心小宝会摔跤了，而小美也趁着这个空闲的时间喂养家禽。我们也相信小美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的。这个女人真的是太强悍了，为了追求爱情执意要嫁去越南，最终那个负心汉也是将她无情的抛弃。小美无奈的带着不满2岁的小宝来到荒野生活。天刚亮，小美就背着竹篓准备出门了。因为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，一天不工作就会被饿肚子，更何况她还带着一个还不会走路的小孩，自己再苦也不能苦了儿子。今天她打算来到菜地采摘一些瓜果，然后拿到集市上卖，从而增加收入来源。这些庄稼并不是小美种植的，而是心地善良的村民看到如此困难的小美，就决定让她免费采摘，从而换取生活用品维持生计。小美的人缘还算好，周边的父老乡亲都会帮衬一下。今天难得是虚日，小美特地采摘多一点。小美不来采摘的话，这个瓜也会烂在地里。在她转了好几块地之后，此时的箩筐早已装得盆满钵满。忙了一上午，有点累的她也是削好一个黄瓜解解渴。
因为等下他还要到集市上卖瓜，所以就不敢在地里逗留太久。回去的路上，他还发现了长势不错的南瓜叶，所以他也是顺手摘上一些，没一会就一手拎着一大把。接着他就用蛇皮袋将南瓜叶捆扎一下，接着就背着今天满满收获往集市走去。在去往集市的途中，还有一些村民就半路截胡了。大娘看见如此新鲜的黄瓜，也是出手阔绰买了一大袋。这一下小美的脸上才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虽然被大娘买走一些，但是篮子的重量还是让小美背起有点吃力。好在她没用多久就踉踉跄跄的来到了市场。她看见卖水果旁还有一个空子，她就把黄瓜跟蔬菜放出来摆卖。没想到她的蔬菜如此的受欢迎，一下子就被买走了一大半。最后的南瓜苗也被骑摩托车的大姐直接买完。今天的小美可谓是赚得盆满钵满。卖完蔬菜的她径直朝着卖衣服的方向走去。赚到钱的她第一件事就是想到给小宝买新衣服，看着手上的新衣爱不释手，当即就买下好几套新衣服。为了省点钱，其他都没有买就回家了。小美卖菜期间还是把小宝让隔壁的王大婶看着，还好在这里还能遇到一群有爱的村民，这让小美过得就相对好一点。回到家的小美先是打开窗通风透气，然后就把新买的衣服拿到小宝的跟前，接着就迫不及待地帮小宝换上新衣，这穿起来还是非常的合身漂亮的。等把小宝安顿好后，小美就准备拿着水来到菜地灌溉蔬菜，这是她住在这里唯一的希望，如果收成不好的话，母子俩都有可能会饿肚子。等把菜浇完后，小美准备生火烧水给小宝洗澡了。这满满的一锅水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变热，由于热水过烫，还需要冲上一些冷水。虽然还不够2岁，但是小宝一直都听妈妈的话，很少在洗澡的时候出现哭闹的情况。洗完之后，小美给小宝穿上新买的衣服，小宝也是高兴地站了起来和妈妈玩耍。在此我们也会继续跟踪母子后续的生活情况。